欢迎来到罗尼的频道。新一集的新科技速报就要开始啦！科技的世界由你来引领，别忘了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更新啦。也欢迎你们愿意每个月花1杯饮料的价格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哦。会员课程每周都有持续更新。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哦。现代汽车拿走了你的隐私。来自 SignX 呢，它报告指出现代的汽车装满了各种的感应器，不仅会监控车内的状况，还会追踪你的驾驶状态。例如像说，你往哪里看啊？你的速度，还有车道的位置在哪里啊？这些资料虽然会用来提高驾驶的安全还有方便性，但同时也可能成为隐私的风险。隐私的政策呢，目前非常的宽松，有可能会泄露你的身份还有你的行车习惯。因此呢，科学家们目前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使用一些区块链的一些技术啊，或者使用一些位置混淆的技术啊，改变你的位置数据以保护你的隐私。尽管还出现一些取舍但是科技呢一定是不断进步的。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同时享有这些汽车的科技，还有完整的隐私保护。接下来呢，第二则新闻，人工智慧可以设计更安全的自行车的头盔，还有更强大的一些鞋底。那这是来自新的研究团队使用人工智慧的工具能够快速并且自动的预测出具有非凡性能的一些变形材料。他们呢使用一些大数据来训练这些人工的智慧模型让它不仅能够复制这些数据还可以生成并且优化它的结构呢。这项呢技术的关键是使用庞大的实际的结构变形数据，然后在一些训练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得到它的基本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呢如果使用特定的性能，通过叫做什么变分字编码器的方式，人工智慧可以根据研究人员指定的期望性能和要求，生成变形材料的设计图。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呢，为变形材料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应用在自行车的头盔、还有鞋底等等之类的保护的装置上面。人工智慧是让这些设计变得更加高效，同时这些科学的原理还有工程的知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举例来说现在呢，我们的鞋子跟我们的安全帽呢，可能都是用蜂巢结构，或是利用一些普通的海绵的方式去做吸震的方式。但是未来如果我想要设计一款跳高的鞋子，它可以结合弹簧还有蜂巢结构，并且利用 AI 去设计它的整个结构是长怎样，例如蜂巢是哪一段，然后弹簧是哪一段，然后利用 AI 去算出一个最好的材料跟最好的结构来给我们做设计，这样子。未来我们的鞋子就拥有这种高性能，并且是透过人工智慧帮你算出一个最佳化的方式给你这双鞋子。所以未来我们的鞋子，还有我们的安全帽，甚至是我们的一些保护装置，感觉就是一个工艺的大进步的时代。第三篇新闻呢，是中国国产的 C919 客机首次飞越中国大陆，这可是这架中国制造的飞机首次踏足中国以外的领土而它的制造商正准备挑战空中巴士还有波音在这些客机里面或者飞机商业飞机的市场上的地位。航空工业被视为中国变为世界高科技技术创造者的重要一步虽然近年来的焦点已经转向其他战略相同重要的一些行业，例如像是晶片可以再生资源再生能源人工智慧但预计中国会在未来的2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市场之一。那 C919 客机呢，经过16年的研发，在2022年的时候获得认证，它的最大里程约为3500英里，也就是5630公里，设计的载客量是158人到168人。随着中国中产阶级出游的娱乐还有商务活动的越来越多中国航空的市场一直在往上增加。据中国的媒体指出他们的制造商也就是计划呢，可以未来5年内要生产150架的 C919 的飞机该公司表示主要都是来自一些中国航空公司的订单，那目前已经数百架喽。没错，中国已经有能力做客机了，所以你就不要在那边说什么中国就是等于爆炸了，人家也是做出来还顶呱呱的呢。希望台湾也可以跟进。第四篇新闻是能自我修复裂缝的混凝土。传统上，混凝土中加入纤维是一种提升强度的方式，就像古代的石匠混合马的毛进入泥土中一样。但最新的研究团队更屌啦，将这些纤维变成一种活体的组织系统，
它能够具有修复混凝土功能的细菌呢，迅速传送到裂缝的位置进行修复。这项名为 BioFiber 的新技术呢，使用了一种聚合物的纤维外层包裹了富含细菌和水胶的，还有一层保护性，对损伤有反应的外壳。研究团队表示在混凝土结构中嵌入 BioFiber 的网格呢，能够提高其耐久性，并且防止这些裂缝扩大，甚至是实现自我修复那正常的混凝土结构的寿命可能只有50年，取决于你的环境还有你的建材的需求。混凝土是全球消耗和最需求的建筑材料。如果能生产更持久的混凝土，将是能减少对全球暖化贡献的非常大的一步，也将降低一些基础设施一些修复的长期成本。美国能源部最近一直非常的在推动这一步的改革。这种土壤中常见的耐久性细菌呢，能够进行微生物诱导，产生碳酸钙这种沉淀的生物过程，也就是它会创造一种类似石头的材料，可以稳定并硬化进去那个裂缝的修补材料。这种细菌在混凝土中会形成孢子时，能够在混凝土的内部的一些严苛的环境中存活，直到需要启动整个修复过程。那 BioFiber 装置在混凝土中，当裂缝够大的时候，然后水也进到那个裂缝，到达那个 BioFiber 的位置的时候，它引起水胶进行膨胀，那推动它逃出外壳，并朝着裂缝表面推进。与此同时细菌在碳和混凝土中的营养源存在的情况下，会从孢子状态中激活，与混凝土中的钙反应，那细菌就会产生这个叫碳酸钙嘛，那就会做成一种水泥材料，填满这些裂缝，一直到它的表面。那修补时间呢，最终取决于裂缝大小还有细菌的活性。那目前研究也发现说，它只要1到2天就可以完成修复工作了。看到这边我真的觉得是太屌了。屌不屌？以台湾来说，因为地震频繁嘛，所以每个房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裂缝。未来如果能够大量使用在台湾这边的建筑材料上面，真的是一个很期待指日可待第5篇新闻呢，它是说辨析非侵入性的系统，它可以将思想转成文字。这项技术有望帮助那些受疾病或是受伤无法言语的人，包括中风或是瘫痪的人同时，他们能实现人还有机械之间的无缝的通信，例如可以操作这些仿生手臂或是操作机器人。在研究中呢，只需要戴一顶能够通过头皮记录你的电子脑波的一个帽子。那你慢慢的阅读你的文章，这些脑波呢会产生一个叫做 EGG 波，那它会经过叫 DeWave 的人工智慧模型进行分段，可以将 EGG 的信号转成单词还有句子。一定有很多小伙伴就说马斯克不就做过了吗？其实呢，他们先前做的那种翻译的技术，通常都是要将手术把电极植入脑袋里面，就像是马斯克之前做的那个 Link， 或者在 MRI 的机械中进行扫描。这项是非常庞大的技术，而且非常昂贵，很难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方式也难以将大脑里面的信号转成单词级别的部分，它需要一些辅助工具，例如像是眼球的追踪。相比之下，这项新技术可以使用，还有不使用在眼球技术的状况下，会不会以后补习班呢，大家都要戴这个帽子，然后看看你有没有认真在读书？那你有这个脑波在读书的脑波之后，你才是一个认真的好学生。以后你发现你没有在认真读书，你就是拿爱的小手编数时这就是本周的科技速报啦，感谢大家的收看，别忘了按下赞还有订阅，我们下周见，拜拜。等等，我们要先感谢本周的频道会员。那我快速念一遍：Richard Chen、嘟嘟、Johnny Hong、Shark、Eddie、Huang、Sean Prudy、Nagy、RZ James、YH Lee、俊成侯、Momo、Steven Huang，感谢你们的支持，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面对面的跟你们说声谢谢。好，我们下次见，拜拜。